我要求取太尉之女，请方说。恭喜殿下。你过来。殿下，若是将景明月那楚国奴献给太子，或许能够讨太子欢喜，也是桩美事。舅舅，这婢女照顾了我8年，习惯了。若有人质疑微词，殿下该如何应对？放心吧，一个无用的婢子。外头人可不是这么传的。传什么？说殿下为了她，眼中再无其他女子。无稽之谈不必理会，等赐婚的旨意下来，谣言不攻自破。过了。殿下就不怕流言，不怕太尉听闻之后，会将女儿嫁给你。景明月，8年了，你还不肯给我吗？是，8年了，这8年我天天伴你左右。你说，你只爱我一个，也要给我名分，你还记得？我从未答应过你什么。那时候年轻，父皇也不会允许我娶一个楚国人。殿下仁慈，看在我精心服侍过殿下的份上，放奴婢回楚国吧。你在楚国也只能当回奴婢，留在这儿做个通房丫鬟，今后衣食无忧。九殿下，你认为景放如他容得下我吗？服侍你8年，你真的要我去死吗？通房丫鬟而已，他为何容不下？水天上又不过是美梦一场，苦对咸又回响，心底藏触不到的对方，叹情缠泪怎可随去长。萧六儿这8年，我陪伴其侧，壮容夫妻。可等到回了赵国，我却成了他身边最上不得台面的楚国奴。你怎么哭了？是谁欺负你？丫鬟们到了年岁都能嫁人，主子还帮着曹夫君给封后嫁妆。明月羡慕哭了。你在院子里对着皇天后头拜的，也算是礼成了。殿下的意思是愿意娶我吗？我们现在也和夫妻别无二致。
歌声入主，殿下怎么了？我给你讲个故事。前朝光武帝权衡利弊之下，册封了有拥立之功的郭守通为后。等光武帝坐稳皇位，便废了郭守通，改立阴丽华为后。殿下知晓了。无人想被踩在脚下，我需要帮手，更不能有软肋。所以，你知道我为何去见方若了吗？祝愿殿下得偿所愿，心想事成。海月，我在楚国为之8年，只有你知道我过得多卑微、多艰难、多小心翼翼。恨父母亲，赵国产若是道不高。既然重归故土，天以后，你自己盖住了一片天。殿下快回去歇息。云安侯的话倒是提醒了我一个楚人在昭国一旦惹眼，便是杀身之祸。姑娘不是本国之人。奴婢是楚国人，倒是有几分楚国女子的气质。昭国太子萧景书，你来赏花？是啊，昭国的风铃花名扬四海，奴婢特意来看它。豫园的风铃花开的比这儿要好，要不要随我一同去饱饱眼？奴婢还要换衣，实在遗憾。受了伤还去换衣，你的主子这般不体恤下人吗？区区一个楚国奴，哪里值得体恤？方若见过太子殿下。奴婢不支持太子殿下，方才多有冒犯，还望太子殿下原谅。没有冒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叫皇兄，下个月就是父皇生日，我准备了一些礼物，皇兄帮我挑一挑。好，帮你去看看。我也正好有话与你说。
你故意去见太子做什么？我一个楚人，故意去见昭国太子，你当我活腻了吗？他服你，你就把手给他。你的手是个男人就能摸。我知道错了，下回我跟大圣商量，说我是九毫子病，谁都不能碰我。你下回避开他走，以后不准让他再看到你。我又不能未卜先知，知道他在哪里，就不避开。你还非要贴上他？你当真觉得我舍不得弄死你？这张曾经叫我看不腻的手心，如今却令我作呕。你对太子表面曲意奉行，实则心里恨不得除之后快，恶意不能外露，在我这儿发泄。我在意的人是你，景月，没有人比我更在乎你。你把我留在身边，是为了欺凌我，今儿能让你得到报复楚国的快感吗？我何时欺凌你了？缺你吃穿了。整个府上，我容许谁轻视你了？相略，夺嫡之路，你不会动摇，也不会回头，哪怕万劫不复，那我又算什么？当真觉得不可动？你若是敢碰我，我便死给你看！你原以为能嫁给我，故而才这么失望。你不必笑我，我妄想要嫁的那个是曾经的少爷，不是你。这个贱婢竟敢到我们小姐面前耀武扬威，说她伺候殿下多年，殿下对她情深。无妨，谁会将这么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放在心上？方若说的对，不必跟这种人一般见识。殿下恕罪，奴婢只是心疼小姐，没受过这种气。她这样随意造谣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真的呢。旁人又不是傻子，什么话都信。殿下也不能任由一个婢女败坏了名声。赐行掌嘴30，以儆效尤吧。听到了吗？秦姑娘还不是有意想用的，明白幻想对我挑衅，这毛病可不轻。放肆！既然你不知悔改，不肯自行掌嘴，那就由巧儿代劳吧。不必为了这种人伤肝动脑，你父亲还在等着我们呢。
委屈你了，这笔账我迟早给你讨回来。是你下的人，不会太久，你先忍一忍，平日里避给他早。等过了这一段时间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小绿，你放我走吧，求求你了。海月，你非要把我的耐心后劲转而让他人入怀？难道你没有让别人入怀？从前真大，不仅是太尉，掌管天下兵马，娶她我益处良多。那你就好好对待景风如，让你得偿所愿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九皇子为治10年，功不可没，特封为平王，赐太尉之女，则即日完婚。钦此。谢主蒙恩。侯爷，侯爷想让我从殿下身边消失。怎么？你是想与本侯争辩一番？侯爷误会了。你究竟想耍什么花呀？侯爷攀着殿下不落人口说，殿下对我情深意重，且恩重如山。离开是我唯一能为殿下做的。这姑娘姿色美艳，献给太子的，肯定甚是喜欢。那本侯来安排，看你能不能成事儿。什么不入流的我也敢出来卖弄？何处不入流？绿妖舞本来就如此，妩媚生姿，艳而不妖，我看挺好。皇兄太宽容了，这舞怎么看都煞风景，都给我滚出去！没事了。殿下没事便好。姑是不是见过？殿下好记性，的确见过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姑要重赏。太子殿下，奴婢楚国奴景明月，想回楚国。你不当刺客也上不到太子，没有功劳怎敢求赏？哎，是姑要赏他，并非他讨。你在楚国可有什么惦记的亲人？早年家人因战乱流离失所，董事起也举目无亲。那你为何要回去？人总是想落叶归根的。好，那姑放你回去。
皇兄不能让。你一人在外乡，也想着归故里，成全他又何妨？景明月费尽心机让我把他带来招国，不出3月就想回去，怕是有什么问题。小人，你千方百计要带上我，如今却颠倒黑白。一个姑娘能掀起什么风？九弟莫非是舍不得这姑娘？如何可能？只是此事过于蹊跷，还是查明白再处理比较。太子殿下，奴婢不奢求回楚国，只求离开平王府。你随姑去东宫。皇兄，怎么你不肯？你不肯放？此女诡计多端，这是她的苦肉计。你如果带她回东宫，便是引狼入室。你敢留她到府上，姑为何不敢带她回中宫？姑倒是想看看，这匹狼有什么？是我多虑了，皇兄做事自然是稳妥。李明月，你也上来。是。李明月，皇兄见谅，我与景明月说几句话。找死！不，我只想活着。我不甘心这样苟活在萧律的手底下，任他搓鼻捏鱼，还要对他感恩戴德。好，很好，别落在我手里，否则卸掉我的腿脚。李明月，还在等什么？我记得奴都是没有信使的，你为何有信使？回殿下，是平王殿下赐的信。平王？哪儿来的平王？哦，是九弟。走吧。能释然吧，哪怕孤云受死。推开门，重逢在小勇马。姑娘生的可真好看，殿下还是头一次从外面带姑娘回来呢。做了那么多年奴婢，头一遭被人伺候着穿衣，心里不踏实的很。看你手臂上的伤，是在九弟那儿过得不好，才想着离开的吗？回殿下，平王嫌弃我是楚国奴，时常殴打我，我不得已才一心想要离开的。
小绿使劲给我泼脏水，我也给他泼。你倒下。殿下，奴婢身子不适。是吗？哭什么？姑爷不会吃了你。奴婢只是有些害怕。你去那儿睡，够累了。是。参见太子殿下，平王殿下。姑想着赢一局便来陪你，结果连输了2局。你这救主啊，下棋好生厉害。太子殿下昨夜劳累，今日难免力不从心。平王殿下深知不稳。九弟，该你了。你和秦方若的婚期在什么时候啊？下月初8。还有半个月。你从小便心悦于他，这次算是得偿所愿。泥潭里唯一的救赎，请收我就好。泥潭？什么泥潭？秦方若在泥潭里救过你？姑怎么没听说过？这改天啊，姑得去好好问问。姑娘家的事，皇兄请追着我。你输了，九弟。哎呀，这坐久了也累。不下了。解气吗？啊？在想什么？在想殿下英明，什么都瞒不过殿下。萧绿当着姑的面拽你，是萧绿一时冲动，最终萧绿放手离开，是权衡利弊。你只需要记住，他舍弃了你。
殿下所言其实。他分明在意你，又极度隐忍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免礼。明日便是九弟的大婚之礼，你随我一起去。你在害怕？害怕是自然的。想不想要个名分？殿下想要奴婢做什么？姑问你想不想要，你照实回答便是。普天之下，哪有人不愿意伺候太子殿下的？可是我是楚国奴，不配。但凡你能无忧无得，那便证明你足以相配，不必妄自菲薄。太子哥哥还从来没带姬妾来过这种场合，这次还特意让我带你来，还真是看中你啊！人却不过冬去春至，花开又花谢，悲欢离合也复如斯。星月转，阴却九哥哥，恭喜你啊！富康，你先随我去趟听风阁，我有件礼物要给你。好呀，好呀。九哥哥，我们不是去听风阁吗？你疯了！今天是你的大婚日子，你要做什么？我今日便要卸掉你一条腿，看你以后还怎么离开我。我求求你，别这样对我行吗？一闪一闪，很快的。是你要娶别人，你心里面不爱我，连本的名分都不肯给我，我才要跑的。我明明跟你说过阴灵华的故事，为什么不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我哪里晓得什么阴灵华？你还为了秦方若打我，你心里面没有我半分位置，我当然得走了。秦明远，你这辈子都休想九弟，
你们怎么来了？九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大欢之日掳走我的人！平王可不敢冒犯太子殿下，只是那女子红门手段厉害，勾得平王殿下乱了方寸。孤未曾带人撞破他的丑事，就因为他是孤的弟弟，孤不想叫他颜面尽失，对他赶尽杀绝。太子殿下重情重义，平王殿下感念在心。你祖父跟随太子皇帝，天下功不可没。即使到现在，陆氏一族依然是显赫世代。孤不希望陆氏一脉亡在你手里。夫情也春秋，动情也春秋。长路尽待转千愁。朱颜偏不去归泪尽头，只愿用此生再永久。你洞房花烛夜过来寻人，像不像话？我今日非带走简明月不可。见过太子殿下，平王殿下。你可愿跟着救主？奴婢不愿意。看吧，人家姑娘不愿意，你也不必为难。回吧，皇兄，我拿一些你感兴趣的消息换你。什么意思？你让舅舅放弃我，又带走了我的婢女，不就是等着我过来跟你做这个交易？人姑娘跟随你多年，别欺人太狠，给人留条活路。也试过世界是缘是宿命纠缠，前尘如幻，此生不堪不该一人，红尘几盏，是我几番，前尘往事随夜色阑珊。萧景书能当上太子之位，你以为他就没有什么手段吗？若不是实在没有办法选择，我怎会去接太子的事？你以为是你利用他，实则是他利用你。你就该去死！死了，我就流着泪了。好一个大大腿的软肋啊！你只是想占有我，你不是真的爱我。想什么？你千辛万苦爬上萧景书的床，最后却落到这样的下场，怎么样？是我吗？既然从无可逃，与其在萧律手下生不如死，不如现在就死。大夫，找大夫！拿那些消息
去换一个死人。怎么样？你失望吧？你敢死，我就不让你下葬。阿月，阿月，阿月，我也没说过放弃你，你为何不信我？我看你这几日好多了，便把外皮带过来给你试试。殿下不必试神秘，若是让平王妃知道，我必更加不得好死。大婚次日，我被父皇训罚跪半世。我回府后也没见有些放手。你处心积虑娶一妻，不去洞房，不怕得罪太尉吗？我就想要你一句准话，你都给太子透露些什么？透露什么？我又知道什么？在楚国你就喜欢孩子，给你便是。殿下，殿下在里面吗？听说前几日景妹妹受伤了，我也过来看看。进来吧。一个卑贱的婢子，也敢用你那狐媚的手段勾引殿下，把我当草履。明月不会先有孩子的。既然殿下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带来的东西也有用处。这碗蕨子汤能以绝后患，从此景妹妹不再受伤愈之。姑娘还病着，这药下去恐怕命都没了。不至于吧？我从未听说过谁家喝了药就死。若真这么倒霉，也是他命吧。眼下景明月能不能度过这一关很难说，喝药的事，过些时日再说吧。殿下，他眼下是病人，病气重，殿下还是少来此处，以免过上病气。殿下让景姑娘前往天风阁，福康公主过来提起了你。福康公主有善心，她能记得我，那就去吧。或许还能像上次求助太子一样，得到一时的怜悯。好厉害呀，这么快就有喜了。九哥怎么不说话？是不高兴吗？高兴。怎么能不高兴？哪能不高兴？昨日一整夜，他都欢喜的睡不着呢。就是让我来听这些人。他是平王妃叫我来的吧？这小猫穿上衣服还挺有模有样。你不是那日太子哥哥叫我带到平王府里的姑娘，怎么在这儿呢？公主好记性。我养了8只猫呢，还寻思天冷了该怎么办，我都没想到给它们做衣服呢。奴婢做这些小衣裳手熟，前些日子便做了些，公主若不嫌弃，可先拿去用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太子哥哥不是挺喜欢你的吗？怎么又出现在这儿呢？奴婢本来就是平王府的奴，太子殿下垂怜，得以在东宫住上几日。
做的真好看。殿下喜欢便好。你陪我去园子里走走吧。公主，你还在府上，怎么不同我说一声？我好陪着你走一走。秋骚有孕在身，还是少吹风好。景明月，殿下有事吩咐。你找福康做什么？福康公主见我给小猫穿衣服，便问我要了几件。什么时候？奴婢不敢。你什么不敢？你故意接近福康，是想利用他的闪现能力。上次饶了你，舍不得动你，竟然还敢有逃跑的念想！直接杀了我！才不会吧！你们快过来，救救他！他是我的人，在我府上医治便可。九哥，这样对一个女子，你是变态吗？人我偏要带走，有本事你去找父皇说去！好，他做错了事，我才罚他。人，既然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婢女，那你更没有必要留下她了。我没有挑断你的脚筋，只是让你吃痛长个记性。你告诉福康，你要留下来。九哥，你太残忍了，你干的根本就不是人事儿。哎，我自己来吧。公主吩咐，我们来就好。前些天还这么敢来看你，那么多血，我害怕。也不知道我九哥犯什么病，来问我要了2回人，不会把你往火坑里推的。多谢公主殿下。太子哥哥今日休沐呢，怎么过来了？路过，顺便来吃口茶。伤好了？回殿下，奴婢的伤已痊愈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忘记喂鱼了？赶紧去，赶紧去！伤刚好，要好好休养。坐吧。殿下站着，奴婢不能坐。过来找你，是有一事好奇。奴婢知无不言。你在楚国是怎么成为萧律的婢女？楚国许多婢女宁死都不肯服侍昭国皇子，唯有我不要脸面，也没有骨气，也不在乎伺候谁。是吗？历来各国看管质子，无论是婢女还是侍卫，
都是国君信任之人。陛下是在怀疑奴婢吗？只是疑惑，你是楚人，却又对萧律动情；身为萧律的奴，却又并非对他死心塌地。殿下既已知我对平王动了情，便也知情深方有度，度便有痕。奴婢怕死，不得不逃。那看来，孤做了一件错事。殿下无需自责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孤以为萧律在意你到这种地步，断然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儿。是孤想错了，你好好休养，孤改日再来看你。太子哥哥今日特地来看你，是不是喜欢你啊？九哥是不是因爱生恨，拿匕首伤你？公主，太子殿下并不喜欢我，他只是询问我一些关于平王殿下的事情。九哥什么事儿？公主，平王殿下来了。没事儿，我在，他不能动你。九哥来第3回了，还不死心？我今日来呢，是有些事情要说明，免得别人都以为本王是个暴虐之徒。九哥都做了，还在意旁人眼光？我靠，你误会。他爬上我的床又勾引太子，像这种娼妇，我只是扎了他一刀，这算什么？你闭嘴！你就是要逼死季明月！让他回到我的身旁，我罚过他了，这件事就算过了。若是不呢？那全城的人都会知道，他是一个娼妇。九哥哥，你为何如此恶毒？让他回到我身边，背叛我的事情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少爷，你去秦房找我，是为了大魏府的权势。你告诉你爱红府先皇后的死，是为了助你密谋夺天你爱我。九哥哥，你要杀人吗？曾经暗夜梦住眼睛，九哥，你冷静点。这是一念之间，忽然变幻万千。来人，拦住平王，快拦住他！你以为你找到靠山了？我做质子这么多年，父皇是心疼我的。一个婢女而已，肯定让福康让给我。秦芳若已经怀孕，你要当爹了，还不给孩子积点德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我这样的人还怕报应？想让我放你走，除非我死。那你早点去死啊！死了也要拉你去葬。阿月，我们在楚国那么些年都是讲的吗？你就不懂我对你的心意吗？你先吃点东西，我待会儿就过来。
有人吗？我肚子饿了，能给我去煮碗面，再拿点香油来。哦，好。这点委屈就受不了了。你在太子身下承恩的时候，也这么委屈。如果红颜并不曾淡薄，这世界有没有传说？白煮火面，万一失火就不好。若是不甘不活，相思而活，爱若能残破，终究是寂寞，忘却了前因后果，苦守的执着，虚晃的一诺，空耗着青春。不好了，快来人啊！殿下晕倒了，快找大夫！着火！走，那个去地火，快！可曾见过这样一位姑娘？谁能提供线索后把她送到平王府上，赏银500两？官爷，这姑娘犯了什么罪？偷了王府珍宝，王爷大怒，非要活捉她不可。王奶娘年纪大了，难免有些糊涂。你们照顾她时，要耐着些性子。是，殿下。哎，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对不住，我头晕。好晕呀！出了这个巷子，南边便有个医馆，姑娘要不去看看？谢谢，我一会儿就去。哎呀，姑娘长得真好看，不像北方人啊。殿下，奴婢想求一恩典。来，进来，换个地方说话。啊！记得有一滴泪，风干已看不见。秋风里的人，梦里见过多少遍？那一年，那一年，花开不知落的叶，就怕秋风翻坏思念。殿下，殿下，还是没能找住点姑娘。一群废物！绝对3尺也把人给我找到，活捉回来。是，已经将景姑娘的画像发往城门口，不会让她逃出去。
给我买些橘子回来。橘子，殿下，这个季节没有橘子吧？就要。是。那一年，埋藏思念，深深堆叠。又一年。九弟身为质子，孤身在异国他乡，唯有家人日日陪伴祭保，难能不动心。你既有国仇家恨，又怎么能对萧律动情？奴婢有幸，姓南叔，父母被楚国魂，株连无族。南叔良是你什么人？亲二叔。既然被株连五族，南叔良不可能有亲侄女存在人间。殿下可查，当时被株连的人当中有一个4岁的小姑娘，叫南书月。你如何能脱脱？年纪小，没见过外人，父母找人顶替了我。南叔先生，着实可惜了。来，你的伤疤怎么来的？挣脱铁链时弄伤的。你打算去何处？奴婢没有归处，原本是想跑出城的。萧律对你偏执，不找到你不能罢休。南叔先生满腹学识，留下不少经世之作。孤给你3日功夫，你若能全部默写下来，孤留你再动工。孤既然认为把你还回去是孤做错了，那便不会再做第2次。多谢太子殿下，奴婢感激涕零。但是，奴婢有一事相求，奴婢的身世能不能不要让外人知道？这是在昭国，你二叔不是罪人，你南书月更不是，不必隐姓埋名。太子殿下，奴婢不想惹人非议，也不想丢了二叔的颜面。你的身世，萧律知道。普天之下，只有太子殿下知道奴婢的秘密。那孤便帮你守好。姑娘，你回来了。没想到吧？我自己都没想到，这东宫我还能来第2回。我就说殿下在意姑娘吧，姑娘生得这么好看，殿下怎会轻易放下？那你知道我去哪儿了吗？只知道姑娘被平王殿下带走，平王殿下是姑娘的救主。啊，姑娘，我去给您泡杯茶吧。嗯。景姑娘，这是太子殿下命我搬来给您的。那你放那儿吧。太子殿下。
太子殿下，参见太子殿下。今日姑起早了，离上朝还有一段时间，便来开垦。3日着实太短，有些强人所难了。半个月吧。半个月？真的？真的。去睡吧，别把命拼没了。半个月后，姑再来看你背的怎么样。姑娘，太子起这么早，是特意过来看你的。路人说看见太子带了位姑娘回去，看相貌像是景姑娘。贝蒙，我要去见父皇。是。儿臣不知何处得罪了福康和太子，偏要轮番争夺我的贴身婢女。又是这个婢女，朕不是才把人从福康手里给你要回来，怎么又让人给抢了去了？大概是因为儿臣实在碍眼，儿臣还是滚回楚国待着吧。哎呀，你行了，朕回头给你皇兄说一声，让他给你把人还回来。下次自己的人自己看好。父皇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九弟来这里的用意你应该知道，赶紧给人把还回去。父皇，儿臣愿意出千金与九弟交换。一个婢女，她值千金？我不愿意。婢女的事儿，咱们私底下商量。上回就是找皇兄私底下商量，皇兄还拿了我的斧头，这回又给弄回去了。九弟，你确定要在父皇面前掰扯个明白？父皇，儿臣只要这个婢女。来，你年事虽小，又在外邦吃过一些苦头，太子理应对你多一些包容和担待。但他毕竟是太子，你的言辞理应敬重一些。儿臣知错。湖南进献了5位美女，回头都赏给你吧。不必了，都赏给皇兄吧。儿臣告辞。你说你是怎么回事？为了一个婢女啊，你把事情做得这么不体面吗？父皇，大约是九弟为质8年，心中压抑，他虐待那个婢女，儿臣于心不忍。我不想听这些。你九弟他沉沦美色，朕不管他，但是你不可，尽快把人给还回去。太子殿下，字写的不错。太子殿下，这是我默写给自己的，写的马虎。是萧律教你识字的？是的，殿下。今晚城里有灯会，你随我去看看。全听殿下安排。给景姑娘沐浴更衣，挑身合适的衣裳。是。
娘生的好看，随手这么一打扮，便杀尽百花。你说话真好听，姑娘扶摇直上，往后能听到更多好听的话。楚国人放河灯吗？会的。拿古代你看看，赵国的河灯和楚国的有何不同？爱恨两面，仿佛云烟，时而散，有时而弥漫。看沧海桑田，云舒云卷，往事随江湖走远，心坠入深渊。你的容颜如昙花一现，像斩断了线，带走从前。你写你的愿望，我不看。写好了，殿下。好，我们去放河灯。殿下不放一盏吗？不放了，我带你去别的地方。玩够了，我们就回家。表弟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我来接我的人，皇兄无悔。东宫出来的，也敢说是你的人？9岁就在身边服侍我，现在又要嫁给我，找我要名分，这样的女子，皇兄也感兴趣？秦明月，你要干什么？秦明月，不会死，快点帮忙！缘分这一直枷锁，爱过恨过，从不付就错。你们快下去，把金明月给姑救上，先送太子殿下回宫，快传太医！去抄近路，看看能不能堵到他。是。若年岁尚能留我一息，若你懂。秦明月，我们回家了。结局落得不回忆。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人能定夺你的生命，包括你自己。今夜起，你就是前方若男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也想让我留在你身边。对。你这辈子就只能留在我身边。但我现在就死，
你想看我一头撞死，还是咬舌自尽？我怎么舍得你死？你若是碰我身子，我便咬舌自尽；你若是让我服侍秦方术，我就一头撞死。你敢？我敢！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我？我们以前明明很好。你想成全多事，没有错。可秦方说他容不下我，他要杀我，你也没辙。你又何尝敢给我一条生路？为什么就不肯信我？你不喜欢吗？你非要养一只关在笼子，不管它饥饿寒，也不管它的爪子把笼子抓得多么的鲜血淋漓，你就是要囚禁它。那又怎么？你当然不是刻意要这只猫死，但这只猫它活不久，早晚会被你玩死。好，如你所愿，我不碰你。你也不必去服侍秦方术。换好衣服，跟我去王妃那里跪守良宵。有的青山在，不怕被缠上。天下，留下来。天下，你摸摸孩子。殿下，你好坏。小吕就是想让我吃醋，但我根本不在乎。有人接替守夜吗？殿下说守夜只有你一人，如果受不了，可以自己去找殿下。那我还是在这守着吧。景姑娘，不如来炉火旁边坐。若是动出个好歹，殿下会迁怒旁人。我动我的，他都能迁怒你们，那只能算你们倒霉。你这个贱人，给我等着！问问你的心，到底是想让我碰他，还是你？你若不在乎，怎么会走出去？大概是没爱了，看着只会觉得恶心。我若肯给机会，哪个婢女不争先恐后自荐朕心？你是禽兽吗？回你先前的屋子里住吧，我们来日方长。阿月，太子殿下，平王殿下同王妃去寺庙祈福了。姑不找他们，姑找你。太子那日未来寻我，今日来又是为何？太子殿下何意？奴婢不明白。
之前就传过流言，说你去太子殿下那儿了，但是殿下严令禁止其他人胡说。姑娘，你可要离远些，免得叫别人做了文章。姑娘，太子殿下请你去听风阁一见。奴婢身体不适。太子殿下想问姑娘一句，可认识一位名叫清代的女子？你先回去吧。坐。殿下传奴婢有何事？上次你说你家被株连五族，是奶娘带着你逃出来的。姑便去查了查，发现你奶娘还有个女儿。奶娘确实有个女儿，但生下来后便入了南书府。奶娘带着我苟且偷生，过世时她抱着我，喊的确是清代。她过得很好，嫁的男人踏实肯干，婆婆对她也很好。如今能听到清代过得好，也安心了。姑看你在世上多苦，便想着能不能找到一个相关的人，哪怕是旁枝末节，也能为其一二。殿下还能挂念着奴婢，奴婢无以为报。那日你跳水，姑想着把你救上来护住你，奈何姑的水性不好，没有拉住你的手。奴婢回来的时候也听说了，殿下为了救奴婢跳下水，病了好些天，奴婢感激不尽。秦明月，百折不挠才是你的本来面目。再等等，好好活着，自会有人给你开一道门。皇兄怎么这么有闲会来我府上？从寺庙回来最快的1个时辰，你这么快，是把方若扔饭路上？皇兄明知道这个时间我不在，还挑这个时间做。姑到你府上，还得问问你是不是空闲。听说方若胎气不稳，少给她受气才是。这些事情就不劳烦皇兄费心。今年的除夕献礼你备好，九弟还是省省力，明哲保身。太子同你说什么？说了你又不信。说。太子说你为了迎娶秦方若，不择手段，大婚前坏了他的清白。太尉是知晓的，太尉对你恨之入骨，只是表面和你言和罢了。秦明月，你胡说什么？你看吧，说了你又不信。在撒谎！事关秦方若的声誉，太尉不可能四处宣扬，更不可能告诉太子。那你觉得太子与我说了什么？许你好处，让你对付我。太子未必能把你放在眼里。那就是专门来找你的。你知道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阿月，我们要个孩子吧。你若是敢碰我，我就去死。我以前是伤害过你，但那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秦方若现在还能生，他觉得我能生吗？让你生，就一定能护住你。殿下，你半路丢下王妃自己回来，现在王妃也不肯去祈福了，回来发火，摔了一屋子东西。他的嫁妆，他想怎么摔就怎么摔。今日之事总会传出些风声到太尉府，那边。不会青春那一刻，才能逃出因果，又一次擦肩过，隔着千年做长梦，用心来看，究竟算什么？
听说王妃砸了一屋子的东西，最后见了红才笑了。没生喝了安胎药，躺在床上不再动弹了。别多话，快坐下吃饭吧。嗯。红豆，你略懂医术，可以帮我看看吗？我怎么老是头昏昏的，老想睡觉。姑娘，你脉象稳健，身子无恙，可能只是心思太重，所以略感疲乏。喝吧。我有一件杏色的衣裳找不到了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在衣柜里，我去找出来。嗯。哎呀，算了，先吃饭吧，别找了，吃完饭再找。一同样的事，只有我犯困，必然是我的碗筷有问题。好困，怎么？姑娘，下药是殿下的意思，他这不是害你，他是疼你。他真疼，都快把我疼死了。姑娘，你不要怪我，我是这府里的人，殿下是主子，我不能不听他的。景姑娘睡着了吗？睡着啦。你要杀我！我就应该一把火烧了你！谁逼我？你自找的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夫，周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周大夫！哎呀，你不是我再也不强迫你，我会主动好，再也不回来，好不好？哎呀！小丽，你不要睡，你不要离开我，我带你回赵国，咱们不回来了，我们再也不回来了。小丽，你别睡。幸好景小姐力小，只咬开了1点，伤口已经缝好了。黑渊，没事，你忍一忍就好了。除了你，我又有什么不能忍的？要喝水。你饿不饿？你已经睡了10几个时辰，我让善凡给你熬粥。这个死法太难受了，下次换一个。只要你好起来，我不碰你便是。放我走！
少说话，想要什么写下来。我看你们谁敢来我！王妃娘娘，殿下很快就会回来。就算殿下回来，我也要当着殿下的面杀这个妩媚妖女！娘娘，三思。本王妃身子弱，前段时间差点小产，你也敢在这个时候装病，让殿下可怜，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了你？王妃娘娘，沈姑娘没有装病，是真的。你竟然不怕小吕，为何要趁小吕不在的时候？下贱楚奴，一身妩媚妖术，天知道你勾引殿下是何居心！就算我杀了你，也不会有人责怪。王妃娘娘，景姑娘安分守己，在房间里足不出户，她没有错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敢！王妃娘娘，请三思。你不好好在屋子里养胎，跑到这里做什么？殿下，昨夜我梦见有人行巫蛊之术，要害我们的孩子。这楚国正好盛行巫蛊之术。我根本不知道你的生辰八字，壶里面连根针都没有，我去哪里扎小人？殿下，我父亲听说这个贱婢趁我养胎的时候装病，让殿下不能全心全意的陪着我，父亲很生气。好了，先回去。黄董，怎么回事？外面动静那么大。太子殿下带人搜查来了。东宫奉圣上旨意，搜查平王府，把这个楚国女给我带出来。搜查你们搜就是了，为什么要带走景姑娘？她虽是外邦人，可她什么都没做。别胡闹了，快回去。平王犯事儿了。有人说平王殿下的是非，平王为自证清白，便自请搜府邸，于是太子便接下了这话。那也没多大事。外头风大，姑娘快随我回东宫吧。请。殿下，人已带到。参见太子殿下。简明月，又见面了。太子殿下，我虽伺候平王，但他从来不信任我。他见过谁做过什么事情，我都是一无所知。正是担心你被误伤，孤才向父皇请旨，由孤来搜平王府。如果你想走，孤可对外称你死在新训中。听闻你咬舌自尽，孤便想着去救你，奈何找不到好时机。太子殿下为何要帮我？你有2日时间考虑，2日后我便向父皇交代。你要么假死，要么回平王府。平王偏执，怕会给太子殿下添麻烦。有弟给孤带来的麻烦，从前与你无关，往后也与你无关。殿下，平王求见。
让他进来。你搜查我府里都搜了些什么？不搜库房，不搜书房，却搜走了一个女人。你失礼了。看来皇兄的本意不是搜查我的府邸，是起色心了。这个女人跟随你多年，定然知晓你不少，姑为何不抓她？皇兄还真是少费苦心啊！你要同姑玩请君入瓮这一出，姑便陪你好好玩。皇兄仁慈，绝不会对一个女子动心。你不也逼这个女子自尽了？我怎么对待我的女人，皇兄也要过问，是不是太过了？姑带走人审问，合情合理，2日后便会有结果，不必心急。回吧。上回在父王面前，你答应将她归还于我，这就忘了。九弟，如你所愿的事儿，就不必装出一副意外。你早就知道，姑会把他带走。臣弟以为，父皇的叮嘱，皇兄总会听。九弟，纠缠无用，快些回去吧。2日后，人总归是要回。殿下的大恩，奴婢无以为报。想好了？你那日为何咬舌自尽？奴婢矫情，不愿委身于平王，情愿一死。那不算矫情，你虽为奴，却不是本心。倒是个心自恋。景姑娘，三七大人，太子殿下可曾吩咐过，之后要将我送去何处啊？还没吩咐，平王派人盯得紧，只是暂时还走不了。姑娘可趁着这段时间思考一下日后要去哪。去何处能由着我？那是自然。太子殿下既然想着成全你，就不会不成全到底。太子待手足宽厚，待百姓仁慈，只是有些事儿出于大局而不得已而为之罢了。但是姑娘所受的苦，太子殿下一定都会记着的。这甜品记得吃。谢三七大人。景姑娘，景姑娘，平王听说你死了，非要尸首。殿下把准备好的尸首抬出来，他又不信。现在两人在御前掰扯了许久。殿下昨晚怎么没回来？北极山发生洪灾了，青莲间占卦说此灾只有太子殿下能救，于是群臣便提议让太子殿下前去。此灾只有殿下能救，谁知道了？总感觉有人在起幺蛾子，这事还推不了，殿下必须得亲身前往，只能见招拆招了。这不像奔着救灾去的，而是想让太子为民。拿我或许能够威胁到平王，殿下为何不这样做？殿下不会做这种事情的，只是皇帝偏心于平王，殿下又没有办法护你周全。殿下的意思是希望姑娘一同前去，在路上会找地方安顿好姑娘的。殿下什么时候启程？1个时辰后。姑娘可先换身衣裳。
九弟，你这是何人？皇兄，臣弟得到消息，有人要暗害皇兄，在皇兄的行囊中放了瘟疫之毒。这为了保险起见，开箱验验吧。殿下，这些行囊属下都检查过，绝无问题。我信得过你，不必再检查了。这瘟疫之毒可并非等闲之毒，能祸害一方百姓，皇兄为何不肯？九弟，你王妃来了。殿下，查明白，箱子里有瘟疫是谣言。这种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怎能草率？我问了2位太医，若这瘟疫之毒真藏在行囊里，不能轻易开箱，会染病，得把箱子烧了才是。你添什么乱？这的事儿与你无关。九弟，夫妇说辞不一是大忌，王妃是你费尽心思求取来的，当珍重。夫妻2人啊，齐心走。奉皇上口谕。有人举报太子箱子里携带瘟疫病毒，为老百姓安全考虑，此事交由平王负责。皇兄，王妃。王爷，圣上有命，让你务必速速回宫。还不出来，等什么呢？不洛，半个时辰内把他带回来，千万不能让他受伤。是。找2个侍卫来，把他清白回来。我看平王还怎么样。王妃娘娘，三思。找人过来。王妃，我们走得起。姑娘先回府上休息，待日后陪平王去百寿山狩猎。姑娘，平王叫你收拾收拾，一块去百寿山狩猎。我不会骑马，陪不了你们殿下。殿下说了，姑娘不用骑马，只需要在山里的别人住着，就像现在一样。王妃她去吗？王妃有孕，受不了颠簸，就不去了。过来。之前同你说我要继承太子之位，很快就要实现了。太子去救灾，是不是回不来？我倒是很盼望他回来。对我又没有好处。太子去救灾，不幸被大水冲走，至今还未找到任何踪迹。恭喜。言之过早。九哥怎么不带上九嫂？从来没见你们分开过，这回怎么只带个婢女出来？十弟你不知道了吧？弟媳怀着孕，九弟怎么舍得让弟媳受这种颠簸？当初大师算出九嫂是凤命，结果父皇还是没把九嫂赐给太子，而是给了九哥。父皇在意的是九哥你。父皇最是疼我。殿下在外人面前总要与王妃夫妻和鸣，他们说的都是闲话，
姑娘，你不要入心。姑娘，百寿山到了。都说楚国女子腰软娇媚，勾人的功夫是1等1的好。现在看来还真是。听说啊，这楚国奴忒会谄媚争宠，花样啊多得不得了。贱人，这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怎么敢的？主子让我来，我能不来吗？方若，你身怀6甲，还要忙着来陪平王殿下，你对殿下真好。殿下见我怀孕，怕我奔波，本不让我来的。但是我怕殿下一个人在外面不习惯，便瞒着他来。走吧走吧，我们去那边赏花，别让这贱奴啊脏了眼睛。姑娘，你还好吗？他们也太欺负人了。我的生死都不由我做主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！简姑娘，殿下他们回来了。今日的狩猎是太子拔得头筹。笑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许久不见。参见太子殿下。皇兄这是何意？你的脸怎么了？被人打了。你后宫就2个人，动静还挺热闹。这点事，王兄也感兴趣？何止是感兴趣？你若是照顾不好，过来的。父皇都不曾管我的私事，若是让旁人知道，还以为皇兄瞧上了我的女人。是瞧上了，当一回曹孟德又如何？简姑娘，平王吩咐你去给太子殿下倒酒。身体不适，不去。平王吩咐你必须去。萧律是想试探我，到底是向着他还是向着太子？难道这壶酒里有药？无妨。九哥，这位婢女从未见过，今日便见到了。她是孤人，何意？九弟让她来伺候，难道不是存了进献的好意？皇兄说笑了，这婢女都是下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皇兄这1个月到底去哪？害得父皇好些忧心啊！九哥怎么又问？若是能送信，那还叫失踪吗？太子救灾有功，咱们也该让太子高兴。既然太子中意了，九弟就割爱，让太子在狩猎这些天也好有人服侍嘛。不过一个婢女3两白银，九哥当然是。他是个楚奴，楚奴又如何？还是说九弟将她视若珍宝？舍不得，可视若珍宝，又怎么会让他抛头露面呢？这个婢女上不了台面，送给皇兄的那必须是真正的珍宝。太子哥什么珍宝没见过？只要是太子哥喜欢，便是珍宝。哎，不必浪费什么财力，俗物我见多了，就它了。
听见了，你有福了。奴婢谢太子殿下厚爱。姑娘，请随我来。田王有令，叫小人把景姑娘带回去。田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亲口答应将景姑娘送到太子府上，怎么？你们是想谋反，还是想谋逆呀？三七大人，请见谅。我家主子对景姑娘喜欢的紧，实在不可。那你就回去规劝你的主子，今日敢冒犯太子，明日就敢冒犯圣上。到时候你们主子没事儿，却牵连了你们这些做奴才。天王殿下，景姑娘已经是东宫的人。过来。我不。你想过去？奴婢全凭太子殿下做主。既然由孤做主，那就留在府上。这是奴婢的福分。天王岂能如此对太子不敬？三七，是。天王殿下，奴婢只想活着。她不过一女子，你当她铜铁做的，如此错误。爱人如养花，这花被你养成如此枯萎模样，不必再摧残了。今日在山上看到的，毛茸茸的很可爱，想着给你解闷，就给你捉回来了。殿下，可否放他归山？你先养上几日，等狩猎结束了再放他归山。这几日啊，山上到处都是飞剑。乖哦，过几天才能回家。原定狩猎为期半个月，萧律自己先回去了，其他人都是兴致缺缺。再过5日，我们也会。萧律回去了，会不会找皇帝告状去了？不用担心。今日天气真好，出去走走。嗯。站在那些日子，时刻战战兢兢，夜里不敢睡太沉，幸而萧律没有卑劣到为了杀我，去坑害百姓。殿下是有福之人，不进则退，退则死，从来都只有一条路。如今殿下的身后是万千百姓，原本的独木桥也变成了康庄大道。你不必害怕，无论谁胜谁败，我都会护你周全。那一生陪你轻描陪你单身，谢太子殿下，奴婢感激不尽。这次真的能逃离萧律的魔爪。殿下，奴婢给您换杯茶。你可愿把你的身世告诉其他人？殿下要奴婢是谁，奴婢便是谁。我们回去要过父皇那关，父皇同宫一样敬佩南风先生的文采学识。你又是南风家的遗物，父皇会宽待几分。任凭殿下做主。殿下，圣上要见你和景姑娘。一会儿他们问你，回话不必激烈，准笨些便好。嗯。太子先随奴才进去面见圣上，
其余人在殿外等候皇后的传唤。参见平王殿下。几日不见，都学会向本王行礼。这是奴婢的本分。这算什么本分？在这乾元宫装给谁看？奴婢惹殿下不悦，望殿下恕罪。你若真的有罪，不如当场自刎谢罪。你这几日倒是好过。多谢殿下把奴婢献给太子。你自行回来，从前如何，往后如何。等我抬你回来，定让你生不如死。再次回到你身边，那只能是尸体，绝不可能是活人。皇后娘娘传唤。明月相随，分千里香。儿臣参见母后。叩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听闻太子带回来一个姑娘，是你？奴婢就是她。皇兄为了她，救灾之后都没有进皇宫见父皇，而是去了百寿山。太子先传信回的宫，是圣上说救灾回来经过百寿山，命他去百寿山同你们兄弟叙叙旧。到底是太子的生母，小蕊想给太子冠上仙女寺和君上的名声，皇后是绝对不会答应的。她本是我府中的婢女，又是楚国人，太子为了她几次将她从我身边夺走，皇后应该有所耳闻吧？你来说，平王所言是否属实？先前是奴婢听闻太子殿下心善，向太子殿下求救。这一回是平王殿下在百寿山主动将奴婢进献给太子殿下。江月，你在说什么？太子就是过于人善，见不得人受。既然太子救下你，那你便是有福之人。母后。母后，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回凤仪宫吧。儿臣与你详谈这几个月赈灾的事儿。平安回来就好。秦明月，你找到一个好靠山，我看你能靠到几时？他不叫秦明月。投了新主，任由你改名，奴隶都是这样，一个主，一个名。九弟还是回去好好想想。怎么拉拢各位大臣吧。母后，儿臣与萧律之间注定不和，与他无关。你既然知道你父王偏向萧律，为何还要同他争一个女人？还他便是。儿臣自有分寸，小心因小失大。母后，父皇虽疼萧律，但也知道萧律不堪重用，虽纵容，但也仅限于此。那你把他留在宫中，是想要给他个名分？名分的事儿，儿臣自有打算。回吧，我歇会儿。是。你看他像不像老天爷喝醉了酒？老天爷就没有清醒过吧？想不想知道今日在乾元殿里的事儿？想。我进去时，父皇正在问萧律
既然想要那个婢女，为何当着诸多皇子的面进献？献完了又要回来了？萧律怎么回答？萧律说他没有进献的意思，是我强要的人。说诸多皇子都向着我，他一个人孤立无援。萧律不把我带到宴上服侍殿下，哪来的这一出？父皇也是这么说的。圣上这回没有答应萧律吧？嗯。但父皇也不让我留你，因为你是楚人。但我说出了你的身世，父皇就没有阻拦。方才太子和我说话，怎么没有自称公，而是用平等的身份和我对话？姑娘，沐浴更衣吧。同样的场景，经历第二次，只是这回有所不同。你愿不愿意？我说不愿，会挨罚吗？不会。你不愿意？若是我愿意，殿下能给我一个名分吗？什么名分？什么都行。不能说什么都行，允许你要野心。你只会贪欢一晌，转身营造那眼底的清爽。纵然遗憾成往，难负几多惆怅。生悲所求月。殿下，天王求见。不见。先判断一声长叹，曲终人散，解不开心结牵强，终究高处不再心寒。清醒眼神隔看天王说，若是殿下不见，便自刎在东宫外。小吕要死，让他做甚？殿下，还是去见见吧。若是在东宫出事，圣上会发怒的。你说见，那便见吧。持剑入东宫，你是真疯了！把请明约还给我，我就走。要死没人拦着你，随便。皇兄卑立太子入东宫之时，我在楚国受胁于人，身边只有景明月而已。没有孤，也会有别的皇子入东宫，而非你。
姑不曾欠你什么。关于锦明月的事儿，姑不会在意这个。华兄，不曾跪过地，没有这件事，算我救无念了。你就这出息！华兄应该庆幸，我就这出息。圣上到。父皇，一个是太子，一个是皇子，为了一个婢女，在这里拔刀相向，这可耻！父皇，我别无所求。儿子啊，朕了解过这个女子，她对你九弟的意义不同。父皇，救灾之功，父皇允儿臣一个恩典，儿臣今日便想要这个恩典。父皇，许。父皇，儿臣想娶一个侧妃。皇兄想娶谁呀？儿臣想娶景明月为侧妃。封侧妃一事就由你母后周全了。父皇，你哥他救灾有功，他要个恩典，他不为过。君无戏言，岂能反悔？那你要朕如何做？玉儿，严禁上贡了一批珍宝，你陪朕去挑一挑。谢父皇。恭喜侧妃娘娘。傻了，不高兴？殿下恩典，奴婢感激不尽。世间不过是。终于有了名分，欢喜吗？太子殿下垂怜，自然是欢喜之事。我择夜来找你，我想这次带你回去跟你认错赔罪，哪怕你被他染指，我也不介怀。元王殿下说什么话，奴婢不明白。皇后娘娘召见奴婢，奴婢得赶紧过去了。白月，你不是想与我成亲吗？你回到我身边，我娶你女儿。元王殿下，您有您的王妃，如今我也有太子，我们之间毫无关系。韩月，你跟我回去，你要的身份我给你，你不想让我做的事情我也不做。元王殿下，这位是准侧妃娘娘，还请您说话注意分寸。元王殿下若是再拦路的话，你当初做的那些事情，我可就要说出去。你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你同我在这里拉扯，但是怎能让我不得好死的心？我怎能盼着你好过？白月，你对我还有爱，对吧？我对你的爱，早就在你折磨我的时候就已经没了，现在就只有恨。景明月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平王还站在那儿，真的没关系吗？不必理会。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太子出城救灾时，派人给本宫送了一封书信，你打开看看。
本宫派人查过你，一个楚国人，又是平王侍女，本宫百思不得其解，太子怎就对你生出如此恨心？殿下对奴婢恩重如山，奴婢心存感念。也是奇怪，据说平王极为宠你，可那日在乾元宫外，又是句句羞辱你，大抵是爱而不得，最易生恨。皇后娘娘，平王不爱奴婢，那可未必。那样水深火热的爱，躲都来不及，谁能稀罕？册封礼就定在8日后，是个好日子。回去吧。太子殿下，平王殿下，母后将册封礼定在了哪一天？皇后娘娘将册封礼定在了8日后。太子阅女无数，都是些才学美貌俱佳的名门千金，太子能对你有几分的心？太子殿下胸怀深川，不必有我。倒是平王殿下的这无理，不觉得失礼？让我放肆，除非我死。九弟如此不体面，父皇听了多。殿下，我想去别处走走。好，去我那，找几本书给你看看。这个好看，你拿去打发时间。你或许更爱看《牛郎织女》《金屋藏娇》，但那些故事我不喜欢，便不拿给你了。牛郎织女、金屋藏娇我听过，不是很感人吗？牛郎偷人衣服，金屋藏娇的结局是长门赋，凤求凰到最后成了白头鹰，还是这《山海经》有趣些。景明月，你为何不接受？奴婢不敢拒绝殿下。你若是不喜欢，告诉我便是。以后不用自称奴婢了，要改。是，奴婢改。陪我下会儿棋吧。你下棋跟那人很像。他是说萧睿，保不住大局，拼尽全力挖我一块心头肉也好。那不挖了。凭什么不挖？拿去便是。棋局可重来，人事不能。奴婢不懂。金明月，你从今往后都会赢。明天是福康公主生辰，你回去收拾收拾，随我去。奴婢是。
是殿下。殿下，该去行政殿了。公主府有许多熟悉面孔，若是他们知道我是侧妃，定会嚼烂舌根的。他们若是敢说你闲话，便是打我的脸。你说他们敢还是不敢？若是碰见了萧略，他一定会发疯的。你与他之间倒不像主仆。太子这是吃醋了吗？我如今是太子殿下的人，自然与他不是主仆。还未行册封礼，是不是该不起眼些好？你起眼，是因为你本身就美。他们往后都是要向你行礼的，你要习惯。太子哥哥，你们来啦！果然是你。见过公主殿下。坐下吧。福康府上的琵琶呀，总是最甜。传召。今日九哥哥估计是不来了，听说他日日酗酒，昨日差点喝醉跌湖里去，险些淹死，连累父皇根深入重的出宫去看他。险些淹死又不是真死，不知做些给谁看。好了，别提他。我觉得父皇给九哥的封号不好，平，那不就是平庸？如何不好？是一马平川的平，平定四海的平，也是顺遂平安的平。这么说来，父皇对九哥的期望很高，可惜九哥让父皇失望了。为治8年，也是可怜。为治8年，也是可怜。平王殿下到了，正在往这里赶来。你牙不好，这些东西太甜，少吃点儿。要是牙疼，可没人哄你。来，我记得太医署有味良药，专治牙痛，回头我给你备着它。九哥哥，你还没向太子哥哥行礼呢。姑带阿月去别的地方转转。你这辈子有几个8年？你真的能放下？那时你问我爱不爱？如果我重新回答，他才19岁，还有许多个8年。人总不能活在过去吧？向前看。你自废1只手，把它放给我。小弟，你自废2只手都没有用，我只要的。皇兄，你什么都有，你也不差。身为皇嗣，比胜过王谦，他有什么你想过吗？九哥当初那么喜欢九嫂，本是一段佳话。九哥还是珍惜眼前人吧。各位夫人都写好了字画，排成一排，
让皇子世子们来猜哪个字迹是自家夫人的，看看太子哥哥能不能认出你的字。殿下，我的字丑，怕污了旁人的眼。无妨无妨，给我便是。居然是你！是年年如今日。九哥，平王妃可没在这儿，这幅字不是她的。我自己夫人的字，我为何认不得？九哥昨晚喝多了，咱们再去喝碗醒酒汤。这张纸贴回去，一会儿有人找不到自家夫人，可要着急了。九哥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耍酒疯可就不体面了。九哥日日酗酒，这大白天的还耍上酒疯，太子哥千万不要入邪。这算什么事儿？秦方若要是晓得他在这乱认夫人，也得糟心。殿下，你刚刚说的年年如今日是何意啊？不是你写给太子哥哥的吗？压在他书房砚台底下一张小纸。我写了放在河斗里的纸条，可是已经被水冲走了呀，怎么到了太子手里？平王妃故意扮人做什么？秦明月，你一个楚国奴来福康公主的生辰宴干什么？平王妃是不是认错了？这是东宫的侧妃娘娘。东宫哪儿来的侧妃？后日便是册封礼了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尊称一声侧妃娘娘，不为过吧？怎么可能？秦明月一个楚人，怎么配做太子侧妃？倒确实被太子带走不知多少，不过没几日便回来。说到底是贱婢，做侧妃是痴心妄想。在平王府怎么没见过你？新入府的吧？回平王妃，奴婢在太子府伺候。太子经常带走她，平王再接回来，这是做什么？太子一来平王府，这贱人必然出去勾引，太子便把她带回东宫几日。怎么这么来来回回？什么身份就该什么分寸，贪心不足，只能是死路一条。走吧走吧，我们去别处，别在这里被这贱婢扰乱了心情。发生了何事？平王妃故意身假扮侧妃娘娘，还羞辱侧妃娘娘，还不幸指使侧妃娘娘，还妄议殿下。走，带你去寻他们。平王妃怨我是因为平王行事太过，可此事与八皇子妃有何干系？叫她如此恼我。等着，他会来同你认错。八弟，听说你夫人对孤立侧妃一事心生不满。没我的事儿啊！我夫人岂敢智慧皇兄呀？你倒是低估了你夫人。我一定好好问问他，反了天了这！太子殿下，妾身怎么会智慧太子？是平王妃。你是你的错，你替不相干的人干什么？太子殿下，妾身只是对她会成为侧妃心有疑虑，
这才多问了几句。孤立侧妃，父皇同意，母后同意，就你不同意。妾身不长眼，妾身知错了。我看你呀，就是闲得慌，平白无故的惹是生非。侧妃娘娘，是妾身不长眼，妾身知错了，我不该是非不分，还望侧妃娘娘宽恕。都是误会所致，话说开了也就罢了。父后，别生气了，姑带你去福康的院子走走。殿下，得到这个道信，我已经宽慰许多了。没有话问我？那个河东，夜色的朦胧若是一伤，是你的出现才染透了思绪。是你的视线，脑海里浮现所有画面。发什么疯？刚被立太子时，许多朝臣和皇子都不服。是殿下有过人之处。九弟说我收买人心，煽动父皇立我为太子，其实是我亲自跟父皇说的。殿下的胆量非常人所及。你记住，往后你身居高位，足以俯瞰众生，不必记得你曾经是谁。殿下所言极是。景明月，我今晚想要你。不过后日便是册封礼，等到后日也行。都行。那去请晚。谁家恋人要来还你？情如花后归旧梦不离。九弟出现在那儿了，我也不知情。太子殿下，这位姑娘是从外邦来的。下夫随夫，不必再提外邦的事儿，也不能称她为姑娘了。太子殿下，此女迷惑平王多年，把平王府搅得鸡犬不宁，心性实在不堪。原则认为，烽火戏诸侯是褒姒的错，还是周幽王的错？美人本无错，是周幽王糊涂。王若久居闺阁，有些道理他不懂，幸而你是通透的。方若嫁出去了，便不再是亲家人。
太子哥哥说你怕生，硬是把大伙叫到别处去看烟火，把观景台留给你。我还是头一次看太子哥哥为谁清场。殿下，平王在御花园中溺水，太医正在救治。看我干什么？殿下不去看看吗？我去干嘛？我又不是太医。殿下，圣上召见侧妃娘娘。别慌，一会儿再说。太子殿下，只召见侧妃一人。我接下来的命运和萧略是死是活密切相关。公公，平王殿下怎么样了？奴才一直在外面伺候着，里面的情形，也不知啊。去吧，没事。请。你想如何？喝多了，想知道那日你跳河到底在想什么？那你得跳护城河，跳御花园的浅池子没什么用。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出去了。我逼着你来，太子没拦着。你让圣上下令，太子怎么拦？你在太子那里，真的就比在我身边好多些。那是自然。你认为，但凡我没有因为你而做那些荒谬的事，如今会是什么局面？你依旧不是太子的对手。所以你以为我必输无疑，紧跟了太子？我不在乎你们谁输谁赢，但我绝对不允许你同太子动起来，造成鹬蚌相争、渔翁得利的局面。因为你信南书，你恨楚王，才助太子毁了我，让太子不战而胜。我离开你，是因为我在你身边太痛苦。你但凡不那么对我，我都不会站在别人的身边对付你。楚王，你真的别无用心！为什么要隐瞒我，而告诉太子？因为我说出自己的身世，能在太子那里博一线生机，而在你这里，说与不说都是一样的结果。景明君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和你彻底一刀两断，在一起。滚！早晚死在我手里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是殿下把我的身世告诉了平王。为了让九弟对你死心，便用你的身份做了些伪装。感谢殿下让奴婢摆脱了平王。九弟忙活一场，鱼与熊掌兼施，不愧是他。后日便是封侧妃之日，往后你要管理东宫库房，明早我叫侍卫把账本给你送过去。殿下，妾身怕做的不好。没事，还有我呢。这是东宫库房的账本，请侧妃娘娘一阅。太子说了，您先随意看看，会有账房管事的来协助你。你知道太子殿下为何一直位立太子妃吗？奴婢听闻亦有合适人选，青天剑策之不详，数次之后便无人再问了。
新康健和太尉关系匪浅，这个环境之下不能怀孕。弄碗避子汤来。参见太子殿下。明日册封礼的流程弄明白了？记清楚了。怎么没几个你的字迹？特兰，我不会。今日喝了什么药？婢子，为什么？还是不想要我的孩子？殿下恕罪，妾身不是不想要，只是时局动荡，我怕。再加上太医说我身子弱，你不必考虑眼下的局势。眼下你身子弱，需要好好休养。等你什么时候想要孩子了，我们再要。谢殿下能够理解我。当时你趴在桌子上睡得迷迷糊糊，嘴里还背着诗文，你拼了命的想逃离平王府，我却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含泪之苦。当时殿下与我非亲非故，能够收留我几日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原以为一个女子而已，可在赈灾的那些日子，我总是很想你，我就亲手把你送回萧律的身边。殿下不必心怀愧对，殿下能够给我这一切，解救我，我已经感激不尽。九弟回来上早朝了，殿下想让我帮什么？药呢？既然喝了药，怎么能浪费呢？我若是想放你回去，我又何必让萧律对你死心？那殿下想要怎么做？我派人查了秦方若怀的孩子，并非是萧律的，是萧律找人在婚前侮辱了秦方若，之后又去太尉府求娶秦方若。萧律生母的死后和太尉有关，他心中是有仇怨的，或总是要殃及子女。秦方若的事，我想今晚和他说。刚举行完侧妃礼，就急着到我面前耀武扬威。你怀疑过萧律的，是不是？你在说什么？萧律那么巧的出面救你，又对你怀孕的事情毫无芥蒂的说要娶你，还肯认下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却从来不碰你，你不觉得他前后不一致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会痛苦，是因为他不择手段的回你，又以你的清白来折磨你。你不肯认他，却来怨我。闭嘴！殿下不是你说的那样。你不也心知肚明，我与他而言尚不得才念，他为了取悦你，能够扇我耳光，怎么就做不出其他事来？可殿下为了你失魂落魄，这些时日来做了多少糊涂事？但是萧律知道，皇帝偏向他，无论他再怎么样，只要他肯清醒，所有东西再去争取都是来得及的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太子会对你嘘寒问暖，甚至给你高位。我的秘密，只要你守口如瓶，从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但你若是敢透露半分，
我绝不会饶过你。尝尝这个，这个不错。殿下还吃这个呢？没毒就吃，酒喝吃不得。全方若对萧律彻底死心了，不过会不会倒戈，这就未必了。无妨，这些事儿你不必操心。今晚东宫设宴，穿得好看些。原先他在尚书司令处，尚书夫人也很快有了身孕。如今归了侧妃，侧妃定能多子多福。多谢平王妃。皇兄，这位侧妃是哪家的千金？她姓南叔，是楚国大儒南叔良的侄女，也是南叔氏唯一的一子。哦，原来是南叔先生的侄女，难怪看着便富有才情。唉，南叔先生委世可惜了，楚王造孽啊！楚国人啊，那是怎么来的昭国？九哥怎么对太子侧妃如此感兴趣？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九哥见色起意呢。怎么会呢？只有畜生才对别人的女人感兴趣。听闻平王妃已经有身孕几个月了，怎么还不想怀？许多女子都生都不想怀，加上方若穿衣宽松。殿下不知道吗？孩子没了。殿下前几日醉酒，推了妾身，妾身摔倒在地，孩子也没了。你在开玩笑？前几日不敢告诉殿下，是想着殿下烦难，不该雪上加霜。可如今，这瞒着也不是办法。行了，回去再说。这个信函不宜多吃，万一你有身孕在身，对身体不利。刚喝过鼻子汤，怎么会有孕？莫不是说给萧律听的？九哥，你手怎么流血了？这鼻子挺捏的。我去找太医包子，你们继续。今晚随我去我寝宫吧。是萧律他先骂我的。的确是萧律先指桑骂槐的。今日说那话确实是有意的，是萧律不停的找茬，骂我畜生，这谁能忍？能为殿下所用，是妾身的福分。你今日是因萧律受伤而流，还是因今日这出全然是虚情假意的流？看似摆脱了，实质却没有。你不喜欢，没有下次。听说平王和平王妃的事闹开了，平王妃以不能生养为由自请下逃，平王不同意，王妃就闹到了圣上面前。圣上看在太尉的面子上，允了平王妃合理。太尉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肯定是要几分反面。恭喜殿下！言之尚早，西南起了祸事，父皇给了萧律2万兵马，让他去平了，明日便会启程。这不胡来吗？我只是看过兵书，从未上过战场。这2万军自有副帅替他冲锋陷阵，出谋划策，苦劳是副帅的，功劳是九弟的。他这评论是其次，
镀金才是真的。父皇发现啊，想要废了我，如今已经不是一套诏书能做到。他急了。那殿下准备何时迎娶秦芳若？迎娶谁？若殿下能将秦芳若收入囊中，便可。与九弟为敌，便是与我为友，何须姻亲去稳国？那萧律带兵去西，去就去了，也不必回来。太子殿下，宫里传来消息，皇帝病危。你在宫里待着，哪儿也别去。殿下去吧。看来是要变天了，今晚宴会要不太子死。天哪，外面打起来了，我们怎么办呀？怕也没用，你们躲起来。放心，他们只要我的命。侧妃，冒犯。秦家向着皇帝，而皇帝向着平王。若是平王登基，能有你们好果子吃？向着太子就会有好果子吃。那你们抓我没用，太子不会为了我改变任何。我挟持你不是去找太子，而是去见平王。你想拿我当宠物，去找萧睿为秦芳若报仇？是侧妃娘娘自己走，还是属下帮娘娘好？你就这样去送死，你妹妹秦芳若会伤心，太尉也会心痛。方若闹到圣上面前，虽得了一纸和离书，父亲大怒，罚跪了他3日。太尉也是在怜惜自己女儿的名声。萧律自会有报应，太子也不会放过他，你何必为了他搭上自己？大可不必找死还带上我。你想回到太子身边去？今日太子占了上风。明日国丧便会四海皆知。你是不是怀疑你妹妹的事情与我有关？是我在平王殿下面前煽风点火。无凭无据，我也不能冤枉了你。这些话等见到平王再说。你就这样把我带出来，太子还以为我们私相授受，哪怕我没有害过你妹妹，我也会被你害死。而且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我是无辜的，那这些事情对我来讲又算什么事呢？你和方若的事无关的话，我会保你无事。锦明月，进来。这个女人如何处置，你来决定。既然与他无关，那便放他走吧。饶了他，不像是你的作风。萧锦书又是何等人，不会为了一个女子撕割血肉？留他无用。你倒是挺有善心的。不过是一个不成气候的女子而已，何必同她去计较？燕王胸怀广阔，必然也是如此。爸，坐。淑妃，你若不回宫，这淑妃之位就空悬了。景明月，你真以为你有那个福气当淑妃？陈公子，你说过的，只要我是无辜的，就保我无事。我明日回京城，怎么带你来的，我就怎么送你回去。青云子，青云子，青云子！
季明月，你想走？你当初告诉我那件事，你也没叮嘱我要保密。我就算说出去了，又算得上什么错？我没娘了，也没爹了。节哀。若是从前，你便不可能只对我说2个字。请节哀。没见到你之前，我掐死你，免得深夜之时，总去想你此刻是不是在他身下。我没前脚。你对别人的房事这么感兴趣，那你同我回京，我让你看个够。明月，你弄清楚你站在谁的地盘上。古董非得这么硬吗？要掐便掐，早点掐，给个痛快。上又不过是美梦一场，路多险要回响，心底藏出不到的。你起了，那我们便出发。去找。燕王让我给你这个，我不要。平王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玉他送给过方若，又让我转交给你，我一眼便认出来了。之前方若审问你身边的侍女，说你心善，日子过得苦。你的志向是闲云野鹤，烟火人世。他是在萧六身边被囚禁怕，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日落之前就要与新皇的人碰面了，我们就此别过。那你接下来打算如何？先不回京城，把你掳出来，回去怕被新皇宰了。季明月，再见。淑妃娘娘，请回宫。今早你放我走，是放给秦元泽看的。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你就把它扔到酒楼。不能扔，你塞给我做什么？当初不是我要送给秦方若的，是他自己要的。你那么喜欢把送出去的东西拿回来的？你想回宫里？去哪都比在你身边强。你要回楚国，我派人送你。那我岂不是成了你手中的风筝？跑到哪儿线都在你手上。你非要这样揣测我吗？你要想成全我，就不会等到秦元泽走后，你再出来做这个好人。说好会再见的，想去哪里？回楚国，还是去京城？我去哪儿都是死定。回楚国，他定会带着兵马半路拦截，如生不如死。那跟我走，我保护你。风烛之巅，天之月，君赠我长相恋，难相见。你一滴，我一点，需要多年，总是缘浅一面。今早啊，村口来几个人，一看就大富大贵的，不像本地人。哎，娘子，怎么没看见你夫君来呀？
快壶好茶吧。我不用了，坐吧。这半年来我很忙，到尽头来才多点空闲。来你这里一趟，一来一去10日功夫，所以拖到现在。殿下受累了。秦元则再来寻你，你便告诉他，只管回宫便是。就是烫伤了一点，没事的。别动。这是太医给我的，让我随身携带。刚刚我说的话，你有没有听到啊？这半年来，我只见过钱公子一次。那日他帮我协助逃离萧律，就帮我找到了这个渔村，躲了起来。既然没有茶，那饭总该有吧？这里离镇上不过3里路，那儿有酒楼。想尝尝你的手艺，我来打下手。阿月，回宫吧。圣上恕罪，我不回去，只是因为害怕，说是被人掳走，定会惹人非议。回宫哪有什么活路？我知道秦元泽掳走你是为何，你与他并未有什么。明早我就得走。他说的是我们，而不是我们，听意思不像是要带我走。若秦元泽再来，我便告知。秦元泽这样的人，被天下安危4字所束缚，当然不会做出造反的事儿。良将自当重用。有机会再遇见，我定会替圣上转告。下次见圣上，是不是要过很久啊？不吃了。我来吧。衣服在哪儿？我去拿。金明月，你是真舍得破门不看我？萧律对我已经没有感情，我无法再为陛下所欲。萧律，你知道我从京城到此处多少里路？不止。换个地方。换个地方做什么？明月，你在里面吗？倒是来得挺及时的。你父亲很想你。臣不孝，见识过天高地阔的鸟儿，不愿再困守龙州。出去走走，看看你生活了半年的地方。秦元泽给我送过几次吃食，
被村民当成了我的夫君，这出去了要怎么解释？怎么还不走？是在怕什么？你也一起。圣上与淑妃娘娘叙旧，臣不便尾随其后。臣在此等候圣上。月亮子，你夫君刚回来，还给我们打了招呼。你回家看过了没？这是你家贵客呀，从未见过。是啊，我是他家客人，远道而来。相貌真好，娶媳妇了吧？未曾。婶子家有个闺女，你知道的，帮忙给介绍介绍。哎，大婶，快来帮忙！哎，秦元泽送过几次粮食，被他们撞见了，所以就误会了。你答应那大婶，把我介绍给人家闺女。陛下说不曾娶妻，妾身想着，圣上也是愿意多见几位姑娘的。朝臣在催立后，你认为立谁最合适？如此大事，非妾身所能智慧。我说过，允许你有野心。烧了吧，这鞋太小，臣穿不上。这种男子服饰我一共有2套，是用来轮流挂在院子中，假装屋中有男人，好叫坏人不敢靠近的。这边空房间有床，元泽今晚就留下来吧。好的，圣上。你不想回宫便不回，但你得回京城，至少是离京城近些的地方。日子同眼下一样过。谢陛下。你夫君是谁？我只嫁过陛下一人，夫君自然是陛下。我千里迢迢过来，看你同他做夫妻，真是半分脾气都没有。秦元泽的心思你是知道的。我与秦元泽没有半分的越礼之处，他照应我，是因为当初他不分青红皂白掳走我，他心中有愧才这样做的。你与秦元泽没什么，我自然是知道的。你在安家那天，我就派了暗卫保护你，只是我终究给不了你想要的自由。我会回京的。是吧？皇帝走了。走了，天未亮便走了。你回京城吗？回。圣上说，吴将是戍边关，何来海晏河清？我非常认可。你呢？回不回京城？回。怎么他不和你一道走？他是给你自己选择的吧？或许吧。娘娘能回来，圣上很高兴。圣上得知娘娘不想进宫，特意安排的这别院。时候还早，我想出去走走。好。什么药？
哪儿不是？回圣上，这是娘娘在药铺里买的避子药。你不用担心，你住在宫外别院中，没人的手那么长，能伸到这里。嗯。河边风大，我们回去吧。圣上，太尉求见。你来旁听。圣上，有几位老臣对淑妃进宫颇有说辞。哪几位老臣？圣上该不会因为几句忠言逆耳而问罪几位老臣吧？朕问你，答便是。这女人出身低微倒不要紧，怕就怕她不知足，屡屡生事。前有唐玄宗为例呀。太尉认为安史之乱是杨贵妃，朕却认为是那唐玄宗老糊涂，年纪大了就该退位让贤，免得胡来惹出祸。圣上既然执意如此，那是臣多嘴，臣这就告退。还有一事，宫变之时，淑妃被掳走，全然在太尉所料之中，何来不知所踪一说？淑妃娘娘，你服侍平王8年，都能倒戈相向，那你对于新君又有几分忠心？太尉大人服侍先帝几十年，不也倒戈相向？难道不是如出一辙，任民主而去罢？臣是为天下百姓得民主，你是为荣华富贵，如何能相提并论？天下百姓是人，我难道不是天下百姓中一人？你为天下百姓择民主，我便不能为自己择一条明路吗？你是楚国人，非周国百姓。楚人怎么了？太尉大人与楚人打的交道还少。臣告退。食饱备得很足啊。你不想要自己的孩子？想。若是有了孩子，殿下会护他周全吗？天子不能护你们母子周全，还有谁能？躲什么？我没有躲。阿月，我想到父亲。不早了，圣上该歇息了。如果当初没有把你还给小吕，如今你是不是不会想着吃这药？是，也不是。不是因为小吕，是因为现在时局不稳，切身害怕。皇帝哥哥怕你闲得慌，叫我带你来御园看看风铃。公主有心了。九哥可能要与皇帝哥哥见一面。谁见谁？外邦知道我昭国内乱，蠢蠢欲动，九哥修书要与皇帝哥哥详谈。小吕提什么要求了吗？我不知道，皇帝哥哥也猜不到。九哥暂时只是要求见一面。别急，未必同你有关。今日去赏花了？去了。御园的风铃花好看吗？好看。你千里迢迢从楚国来赏花，自然该去御园。
身上这话好生熟悉，似乎在哪儿听过。在平王府第一次见你，朕便喜欢上了你。妾身睡姿不雅，还要找圣上，所以就离远了些。先去躲。没躲，怎么会躲着圣上呢？萧律绝不会置天下于不顾，做出什么乱事来。但人心是最不能猜测的东西。阿月，我有可能回不来了。圣上从不失策。你不担心我？担心是自然的。我不懂天下，但有我能尽的绵薄之力，一定肝脑涂地。睡吧，等我回来。宫里边早上来传话，平王和圣上一起回来了，叫娘娘入宫赴宴。淑妃，回来无恙。淑妃这么急，是想去见谁，还是逃离谁？本宫是后妃，平王注意分寸。分寸？什么是分寸啊？嫂嫂，平王殿下，厅里来了很多人，都在等着平王殿下。殿下快过去。手怎么这么凉？冷风吹的。几日不见，想不想我？自然是想的。圣上能够平安归来，妾身很开心。既然是家宴，田元泽并非皇室中人，为何也会出现在此啊？很快便是了。你父亲同朕商议，福康公主为你做妾。臣配不上公主，请圣上收回旨意。你心有所属。公主不喜欢臣，臣只怕委屈了公主。无妨，你们两个骤然听说此事，定然无所事。过2日便走。此事在议，先喝酒。坐吧。一个肯定是来求收回赐婚之意，另一个是来干什么的？嫂嫂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借了些脏东西。嫂嫂还是一如既往的胆小。皇兄，嫂嫂怕黑，特别是晚上，你可要照顾好她。自然。嫂嫂嫁给皇兄大半年，怎么不见有身孕？里头说好。你的嘴是粪坑，吐出来没有一句好话，真的叫人恶心。本王与嫂嫂的事情与你何干？还是说，你也看上了我嫂嫂？你对方若做了什么，你忘了？我为我妹妹出卖你，算是轻的。是吗？难道不是为了我嫂嫂？
再胡说八道，我杀了你！元泽，行了，你妹妹和平王的事儿早已过去，好聚好散，切莫。滚出去！今日真想把萧律给宰了。圣上，为了昭国百姓的安危，不能冲动。你有完没完？我捅过你，我是一道黄狗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那么久没怀孕，是不是因为太子根本就没碰过你，对不对？你说话！碰过也无所谓，就跟我回去，我们跟从前一样。这附近有安危，你举止再够火气，皇帝就算杀了你也事出有名。杀就杀了，死没死在你面前，这辈子你还能忘我？这能让你提到，这招是谁教你的？忘了。秦元泽又是怎么回事？前些日子娘娘胃口不好，圣上让人去楚国请了位厨子来，这些便是他做的。果真是楚国菜，那我尝尝先。把这个糕点吃下去。是。在楚国时，小吕经常带着这糕点来给我吃。嫂嫂，出事了，你快跑吧！怎么啦？跑那么急？有几位官家夫人说亲眼见到你和男子在园子里亲嘴，还去皇帝哥哥面前告发你，要他赐死你呢。我胆子竟那么大，敢光天化日同人亲嘴？哎呀，总之眼下情况不容乐观，那么多人说，若是皇帝哥哥相信了，那嫂嫂你……我若是逃了，才算落实我的罪名。你就不担心？圣上是何人？我清不清白，还比任何人都清楚。等会儿我吃饱了，我再进宫瞧瞧，是哪些人在告发我。哎，坐下一起吃。拿个碗筷来。淑妃，你有何话要说？别急，我这不是来说话了吗？你看看，这二人你可认识？从未见过。可妾身是见过淑妃娘娘呀，淑妃娘娘样貌如此出众，断不会认错的。娘娘就在山石旁，与男子，妾身难以启齿。你们在哪儿瞧见的？我们在亭子那儿闲坐着，谁知能撞见那一幕。那男子是谁？男子始终背对着我们，我们没能看清。陛下，不如将他们两个分开问话，看看答案是否一致。若答案不一致，便说明他们在扯谎害我。你们151坦白，朕从今发落。若盘问后证实你们说谎，便以欺君之罪。你
们这等羞耻之事，他们哪敢多看几眼？即使分开来，又能问出什么？淑妃没急，太尉先急。圣上，微臣不是急，而是怕娘娘以势压人，让两位夫人过其威。你联合大臣威胁朕要娶你女儿，今日又来这么一出。圣上，断不会有空穴来风的事情。微臣被误会不要紧，只要圣上不被蒙骗。太尉啊，朕看你年事已高，这太尉之职也该让。今日的事到此为止，退下。臣告退。是。你不必担忧外人胡言乱语诋毁你，我会永远相信你。妾身自是知道陛下会信我的。萧律拽我的时候，为何安危没有及时出手？我以为你不愿旁人对你的事过多干涉，若你摆脱不了，安危自会出手。陛下下次将安危直接杀了便是，省得烦。楚国菜可吃得惯？去尝尝吗？好，今日有空闲，早日归家便是。好，回家。陛下，这是平王今日送来的，还是扔了吗？娘娘，这是平王送来给您的，该如何处置？东西名贵，扔了可惜，拿去换些银钱吧，分发给大家。记住，别愿人人有份，往后再有这些东西送来，就充国库。多谢娘娘。圣上不必日日过来，太辛劳了。圣上对我的用心，我都知道。萧律给你送了8回书信。萧律这个疯子，这书信圣上不会都看完了吧？上面写了你们的8年，每年万字有，我都看完了。圣上看这个做什么？直接烧了便是。你以前也是一个莫道桑榆晚，麾下上满天的姑娘，萧律如今却把你变成这样子。人总是会长大的，会变的，更何况现在有了圣上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从那8万字中，字字句句只听你有多好，我实在找不出萧律爱你的痕迹。他若是真的对我那么好，就不会那样的令人窒息、绝望。景云，你能活着，就证明世上有很多人爱你，是你父母、你奶、你的衣是我，你是被爱着的。被爱不需要缘由，爱一个人也不需要。对。你想看看那些书信吗？不看了，烧了便是。那些东西本就不该存在。那若是重来一回，你还会选择向我求救？还会。
这酒烈。确实高兴，想多喝几杯。你慢点喝，喝酒可不能这么急啊。要多吃点饭。这酒喝多了，并非当快活神仙，会头疼，会想吐。那喝酒不好受，圣上为何每日都要多喝2杯？菊花，不喝了。我就喝你半壶酒，那么富贵，你就在小气什么呀？起开！小心我趁人之危，你再多喝几杯，一会儿床上可别哭着求饶。没骗你吧？你当酒是个好东西？谁让我写？就是好东西。好。你当太子，真的比这个好看。那我当回太子？那不行，你当太子，老皇帝他就得活过来。老皇帝不好，他是昏君，才不要他活过来呢。你不能当太子。秦明月，我虽然不能亲自陪你去看新垂屏堰口岳勇大将领，但只要我在，你都能看到。你别离开我，你别离开我。小绿他会打我。不怕，往后只有打小吕的份。哎呦我天啊！想哭就哭出来。小绿他拿铁链锁我，他强迫我，还拿刀插我的肚，我真的很害怕。太子殿下，我求求你不要放我出去，求你让我活命。好，没事，都过去了，我已经不是太子了。先躺下，没事。我不。好，我亲自伺候你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们可是夫妻啊！夫妻？我什么时候成婚的？你忘了？册封礼那天，是我牵你的手，敬告天地的。你长得真好看，就是人坏，心眼多，不够红啊，完美。金明月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酒果然不是好东西，不该喝。年年若如今日，此生足矣。圣上快去吧，晚上上朝就晚了。娘娘，婢子药还熬吗？以后不用熬了。娘娘，太后有令，让您一起去大昭寺祈福，马车已在门外。
听闻大昭寺求子很是灵验，但需独自进去，本宫就送你到这儿。有劳母后了。淑妃啊，锦书是个孝顺孩子，他的骨肉定然不会差的。妾身也盼着有身上的骨肉能够安稳降生，便是最好的。锦书同本宫说，他这辈子不为自己活，唯独你是他自己想要。进去吧。淑妃娘娘，您已脱单净手，在净室中诵经半个时辰，方能灵验。淑妃进去也有些时辰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太后娘娘别急，我这就去看看。淑妃娘娘，淑妃娘娘，不好了，淑妃娘娘不见了！去找，快去找啊！是。本宫禀告皇上。谁允许你们碰我？小绿，你干什么？天上那个皇帝碰你，还想我这生孩子？我已身上2斤香料，才能生孩子的。他强迫你的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会原谅你。你也是身不由己，你也是被强迫的。你们两个会出国，救不了了。你还想杀我？我来鬼神了！那有？皇帝亲自带兵把平王府包围了。哪天只要我死在你手里，也就没有法门，就没有办法和圣上对抗。我怎么就那么舍不得你死啊？父皇还在世的时候就告诉我，只要我杀了你，我就废太子立我。所以你怎么不杀我？可就算那样得到储君之位，又有什么意思？王爷，圣上带兵打进来了，把他带出去当人质，为小姐赎就范。小绿，是。小绿，小绿。我尊敬的陛下，为了一个女人，把我的王府围得水泄不通，是不是有点悲剧？你搞清楚，
我是真的侧妃，是你越矩了。好大的皇威啊！当年要不是你诡计多端，那招娣之位本来就是我的。今日我就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安徽，平王府的所有暗卫都是圣上安插进来。都别动！还信不信我杀你？叫你的人都撤出去，快点儿！皓月，皓月，秦不月，我们在楚国的时候，你为了让我置于冬天下河去抓，为了给我摘橘子，你爬上树摔下来崴了脚。在那些楚者欺凌的时候，你每次都拿着木桶在门口等我。你明明那么柔弱，却总是心疼我。所以，你现在就没有错。我有什么错？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东西，让你当皇后。但凡你敢，但凡，多可笑！你要是真的爱我，你就安分守己，待在你的平王府里终老，这辈子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校长说，赵天比我强。可能是我所有事情做的恰到好处。你若是照顾不好，过来，太郎，儿臣想娶景明月为侧妃。许，你输了，这爹。皓月，我们走。陛下，平王该如何处置？召回去，明日再审。是。景明月，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。王爷，等待我们的爱，我明白，已变成你的负担，只是永远我的太太的意思是愿意娶我吗？我们是愿意和夫妻变化的。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，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，一起走到时间的尽头。我要求娶太尉之女秦芳嫻。恭喜殿下。一个无用的婢子，东府丫鬟而已，她为何容不下？你虽不去东宫，皇兄让我放手，除非我死。我对你早就在你折磨我的时候就已经明了，现在就只有不再哭泣。景明月，别了。过了就不再回来。这个地方身边是有景明月，得着所你谈你的真意。我为什么嫁给你曾经的神？魏老师，去。
大概是没爱人，他就只会觉得自己。我们要个孩子吧。可是我别不给你看，再次回到我身边，那只能是尸体。阿月，你醒了？受伤，点烛火了吗？眼下是不是天黑呀？先生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圣上，娘娘脑袋里有淤血，要等淤血完全化开，便可复明。小吕，你要去厕所的？不去了。你考虑好就行。阿月，你可愿意成为我的皇后？全凭陛下做主。那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昭国皇后。乔木在炼制，你竟在咫尺风月里缱绻情丝。你策马疾，只想问询儿，只要重燃我某种心思。不负言乱世，看春花秋实，唯有你让我踏实。长日复一日，都与你相识，心声却掩于唇齿。你在余晖之下，却又我说过，允许你有野心。月光中尽是我盼的余生啊！光阴流逝，今生我只为你不可一世。愿从此花开之时。